我在去电影院之前，我就从来没有买票去过电影院。17年，我们几个哥们决定要做一部电影，有股劲儿在心里面。最佳剧评长片的是《最后的告别》，导演张忠诚。我们在 FIRST 拿了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。我老是觉得我的人生就是挺糟糕的吧，遇到电影之后就给了我很多的信心。最后的告别是一部离我比较近的故事，关于农村一个家庭3代人离散命运的一部电影。男主人公所做的工作在保安的监控室里面，是来源于我有1年多的时间都在那个电影学院的监控室里面看监控。15年嘛，大家都各自离散了。17年的时候，你说我们该整自己的了，投了几十万，把我的积蓄全拿进来。我就是导演、编剧，大概有9个10个吧，大家一起才能把这个事给做了。我就是91年在安徽砀山县的一个村落里。大专毕业之后，我就去了美的的一个空调分厂，干了将近1年，每天不停的工作，是没有时间想东西的。我可以确定我不要这个样的生活了，我就去辞职，买了火车票来到了电影学院。我哥当时想考电影学院导演系，就没过吧，好像在电影学院干保安。当时我就住在我哥的宿舍旁边1楼，就是114阶梯教室，我就去听了那个电影课大师研究讲李安的那个喜宴，反正听进去了，后面就开始慢慢听课，听不懂的我就去自己再看片，看一些书。我哥他就带我去保安队办了入职，然后这一待就是4年。疯狂看片嘛，就是一天看4、5部。早上7点，夜班下了这班之后，脱掉我保安服，立马去跑到教室。我们同事基本上无时无刻都在聊电影、看电影、学电影。虽然那个物质上不是特别好，但是我们很开心。这是我第一个岗位，上班的地方。记得我坐这儿听的第1节课。我拿着本儿笔会记挺多的那时候，挺像回事的感觉。哇，这满满的回忆啊！这太就是跟以前没啥变化。我刚进门那一刻，味道都是一样的。我是在这边，钟晨在这儿。对。然后他就晚上经常翻来覆去，我说你怎么不睡呀？我在想那时候想创作的事儿。那个时候是真的不会觉得累，早早下班等着去看电影，很幸福，真的很幸福。我这个人以前是比较沉默寡言，有点抑郁症。影响我最大的还是我这几个朋友。我从来没有觉得我自己能做演员。很多人说嘛，电影是造梦的嘛。说实在的，离不开。15年我毕业之后去了做剪辑，剪了4年，剪了很多的电影。它是一种集体的一种劲儿，大家都在追求着自己的。你像那个张敏敏，他已经拍了3部独立纪录片。我哥去年拍了他第1部长片，叫《青柿子》。今年我俩一起入围了香港国际电影节的哈佛单元。我平时靠剪辑生存，拍2部电影没有1毛钱的，我还要垫钱。我每拍1部电影之前，尽量的用2、3年时间，有一定的积蓄，能维持我1年不工作的情况下，我也要面临新的现实问题。现在我也有家庭，它不是我一个人的了。对，这些就是我们当时在电影学院的时候买的碟，那时候一张碟是10块钱嘛。爱情万岁，蔡明亮的，随便抽一张都是大家喜欢的。我们做电影这个事儿，他们觉得有点荒唐，他们觉得就不可能。我在复读那年，我爸也去了西宁，他也挺开心的。我想得到一种能量，不是说我要多牛逼，就是我要功成名就这个位置，是我这个人还立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某一个特别微小的位置上，我是一个人啊，我想得到看到。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位置的。